若天空熄了灯，尽可能等一等。但我犹豫不去，这终会遇上一人，为我心跳心疼。在爱的面前，我们平等，你有倔强，我有魔术，互相平衡，仍处于那一程，肉眼无法区分，能否心灵相称？是爱的本能，我们平等，有过矛盾，学会包容，互相作证，彼此有多真诚。即使我们不同，却仍非爱不可，非爱不可。放开我！我们不是坏人呐！妈咪，为什么爱姐姐要抓他们？我很害怕。我怕。放开我啦！他是聋人，我必须用手语跟他沟通。快问，为什么要跟踪美登川？到底有什么居心？再不说的话，我就抓你。为什么你来这里？艾斯，算了，放开他。美登川，他真的很可疑。那天在餐厅里鬼鬼祟祟的，现在不止出现在美容院里，还跟着我们回家。我觉得应该报警。我说放开他，上车，走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去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女人是谁？你为什么要跟踪她？之前在餐馆你偷看她，你又不肯解释，到底是为什么？你跟她是什么关系？你喜欢她？原来你喜欢年纪大的女人呢。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啊，说！你不说什么？我不要理你了。放手！放手！今晚的主厨介绍套餐前菜是番茄罐沙拉。我们怎么了？吵架？哎，
朝夏，我的机会来了。你 OK 吗？她是那个女人，她是我的妈妈，她是你妈妈？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看他干嘛？你确定她是你妈妈？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认出来了，她的眼睛，她的样子，还有她肩膀的纹身。所以你跟去厕所偷看，是要确认她的纹身？以前我从小到大，我常常梦见她的纹身，这纹身已经刻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你为什么不和她相认？我感觉到她也认得我，不过她认得你？对哦，要不然你做的事，她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她为什么不和你相认？我猜她是有了另一个家庭。要是她和我相认的话，我会影响她的生活。baby， 你在哪里？我的 baby 不见了，我的 baby 叫安心，我们把他弄不见了。他肚子饿，我有奶，我给他喝奶，喂奶，奶，我的 baby。我妈妈不认得我，你妈妈却不想认你。我们两个真的是同病相怜。你不必替我难过，这么多年了，有他，没有他，我的人生也都一样。对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妈妈，我们还不是好好的吗？我们一起把那两个没心肝的女人忘掉，忘掉。你 OK？ 为什么你不打你自己？因为痛啊。你要帮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能告诉阿嬷说，我见过我的妈妈 ，OK？ 为什么？
我怕我阿嬷会不开心，因为她不喜欢我的妈妈。不可能，打死我也不信，英俊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也不想相信啊，可是 Ryan 亲眼看到他把头伸进女厕所里，现场被抓。我要他解释，他就是什么都不说。他怎么可能会偷窥？英俊是不是常常上网？现在的人不都这样吗？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女朋友，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啊？他之前有在网上交个女朋友，不过现在分手啦。现在的年轻人上网成瘾，常常在网上迷失在虚拟世界里，然后就想入非非。你才想入非非啦，是误会吧？不行，等他回来我问个清楚。不能问的。为什么？这种事情你问的话，他就会越陷越深。我看还是先观察再说。妈。哦。哎，爸爸。怎么在这里？我来看红姐。师傅。好学不学，好学不学啊！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气死我是吗？不可以打他。红姐，以后慢慢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讲。阿妈，不可以讲啦！不可以讲，给我走开！我要到你手上！跑啊！为什么不跑？我不要阿嬷，你追我，你会累。我站着，你打吧。红姐。痛吗？你不相信英俊就算了，还跑来跟阿妈说，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了，你真的是太卑鄙了。你不是男人，你不会了解男人的。所以你就怀疑他，又不想当坏人，就跑来借刀杀人，对吗？我不是借刀杀人，我是想帮英俊，我是来跟红姐了解情况的。总之一句话，英俊是无辜的。他无辜，为什么他不解释？沉默就是默认啊。他有自己的苦衷啊。你知道，你说，说不出对吗？说不出就是没有苦衷啊。哎呀，你们就相信他啦。还有你们两个，我还没有说完。你们两个在休息时间就跑到无影无踪，你们去哪里啊？休息时间是自由活动时间，你管我要去哪里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几点了？一个女孩子现在去男人的家算什么？我都跟你说过，不要跟英俊黏在一起啦。厨房就是这么小，不在一起怎么做工？我是说工作以外呀。你明明就是对他有偏见嘛！你嘴巴说要栽培他，心里却嫌弃他。我栽培他是因为红姐，是因为她的天分，是因为她的努力呀。跟你选择男朋友是两回事。女孩子要选择一个疼她的男人。你凭什么觉得英俊不疼我不爱我嘞？我就知道他心里第一就是阿嬷，排第二的是工作，你最多只能排第三。你才不要乱讲话！英俊，还有我还没说完呢。你看你老爸是个厨师，厨师是不会结婚的。只有你这个厨师没有结婚，你不要来厨房。我还没有说完，英俊绝对跟你不一样。我跟他会夫唱妇随，幸福到你眼睛掉下来。你怎么这么不害臊啊？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就这样。去哪里？跟我回家。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什么啊？叫妈咪！叫妈咪！为什么不叫妈咪？
妈，为什么你还没睡？阿妈，出手太重，你痛不痛啊？都红成这个样子了，还说不痛？阿妈，我把你气成这样，你累吗？你生阿妈的气吗？是我做错了事，我活该被打。是阿妈一时太冲动，我自己想了一下，你一定是有苦衷，只是没有解释。阿妈相信你的。转过来，衣服拿起来。哎，阿妈。哇，这么多早餐给谁吃啊？啊？ Sorry sir， sir 咖啡。哎，炒米粉七里八地呢？ Sorry sir， 我切好了。Sir， 辣椒。哎呀，你切这么大力，你要辣死我啊！ Sorry sir， 我再去切。一点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明天通知 agent， 你回去。Watermelon for you? It's okay. Sure? Sure. Your boss in bad mood every day? Don't worry. I'm sure your boss will find your mom soon. Titra, it's no use. My boss already called agent, arranged to send me back home. Then ask your agent to find for you a new boss. I'm tired, Titra. I want to go home. You want to go back to your hometown? Sooner or later, I must go home. You want to break up with me? I don't want to break up with you. We promised that we work together. Even if you go back to your hometown, we can make this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work. You won't go back to your hometown. Find a new girl and be happy, okay? Tell me you also can be happy. Tira, I love you. And goodbye. Uni, please don't do this. I love you, Uni. Uni, I will not set my eyes on anybody else. I only love you, Uni. Fine. If you don't accept me, I also will not accept anybody. My love is true, Uni. Because I only love you, Uni! Try, I'm sorry. I also love you. In my hometown, there was this legend. A man by the name of Amir and a woman by the name of Behela.
They were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Their love was so deep. But the love also had a lot of hurdles. Behala was enchanted by an evil wizard who trapped her in a maze with an intention to possess her. Amir, using all his courage and wisdom, overcame all the challenges, saved Behala, and defeated the evil wizard. This legend teaches us, in life, no matter what difficulties we face, if you have unwavering faith, you can overcome all these challenges like Amir and Behala. Their love ultimately conquered all. You think we can be like them? Even if we separate, we work hard together, we still can be together. You see lah, the ring's so expensive, you throw away. Because of you? It's okay. You can buy one again. This time I pay. 妈咪早，早安。哇，你买了那个美式排长龙的炒米粉啊？嗯。子阳，阿弟早，坐下来一起吃早餐。安迪，这么早就让你忙，其实我们可以出去吃的。没事，我习惯早起，反正我也没事做。子阳说啊，你喜欢喝传统咖啡，这个是我泡的，哎，你试试看，喜欢吗？不用了，我喝水。哦，我妈胃不太好，不能空腹喝咖啡。阿弟，你试一下这个炒米粉，我妈咪特地出去买的。啊，对了，你喜欢吃怎么样的鸡蛋啊？半生熟的呢，还是全熟的？我去弄哈。不用了，我吃面包。哦，那好啊，我们吃来，你们吃。子阳，吃吧。你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要迟到。对不起啊，安迪突然间过来，没有办法陪你。其实都是我不好啦，我一直让你那么辛苦，安迪才会那么不放心的。放心吧，交给我，我会哄他就没事了。嗯。不要想太多，专心工作。周老师。耀飞今天第一天上班，子阳应该有跟你提过吧？不如我们今天晚上去吃顿大餐，庆祝耀飞他。庆祝？这有什么好庆祝的？你儿子有抑郁症，你难道不担心吗？做妈妈的哪里会不担心呢？否则我不会和他一起搬来这里，陪他一起走出这个难关啊。你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难关，为什么还要拖我的女儿下水？其实我有跟子阳谈过了，我非常的感激他，一直守在耀飞身边，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孩子们长大了，我们只可以随着他们，顺其自然，好吗？你说的是很轻松。如果子阳是你的女儿，你还会说这番话吗？你还会同意他们在一起吗？那我问你，如果耀飞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办呢？做父母的，永远希望孩子们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有很多选择，有很多难题，有时会选错，孩子也会。但是，一旦我们选了，就无法回头。无论他们的选择是对是错，我们做父母的，永远是选择站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的人生可以顺顺利利。你说对吗？女儿不是你的，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我知道子阳也是因为耀飞的问题而导致他受伤，永远不能生育。可是呢，
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他，不会让他再受委屈的。你说什么？子阳永远也没有办法生孩子？妈，跟我来。妈。妈，你立刻、马上跟我走！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耀飞的。他害你受伤，他害你一辈子没有办法生小孩。你知道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吗？你留在他身边，他只会继续的伤害你。我受伤根本跟他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怪他？而且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能不能生小孩子有那么重要吗？那都是因为他的问题，所以你才受伤的。我不管什么理由，反正我是不会答应你们在一起的。这是我的人生，我的选择，你不要再管我了，好不好？好，我不管你。以后你不要哭着回来找我，我走。妈，你要去哪里呀？走开！哎，妈，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如果你不跟我回去，以后不要再叫我妈。王子阳，你太伤我的心了，我就当没有生过你，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好了，妈，跟你回去就是了。耀飞，子阳决定跟他妈妈回家了，他有没有打电话跟你说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才 check in， 先坐下吧。我先上厕所。子阳，你怎么突然跑来啦？安迪告诉你的。对不起啊，我刚才在上课，幸亏赶得及，你们还没有上飞机啊。我本来打算来了机场再告诉你，其实你不必赶来。为什么突然决定回去啊？我不放心我妈，如果她带着不开心的情绪回去，肯定会胡思乱想，到时候要说服她就更难。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你看你又来啦，我不喜欢你说这种话。你放心，我一定会说服我妈答应我们在一起。等她冷静下来，我再慢慢跟她解释，她一定能接受的。你在干什么？快点起来啦！这枚戒指我已经准备了很久，原本打算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在你妈还有我妈面前向你求婚。子阳，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原本已经认定自己这一辈子没有资格拥有爱情。我知道我的问题很难痊愈的，我也知道未来的路会有很多障碍，会有很多未知数。我不想拖累你，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所以我选择放弃你，选择放弃爱情。可是我的内心一直没有办法忘记你。在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你突然回到我身边，而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对你的并非只有依赖，并非只是把你当成浮木，我是真的爱你。子阳，是你让我重新有了呼吸，是你让我相信，爱情能够让我们坚强，是你给了我勇气，让我克服这一切。所以我答应你，
我会用尽全力守护我们的感情，回报你对我的付出。你这个大傻瓜，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努力？我们说好的，要一起并肩奋斗。相信我，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承诺，我都一定会做到的。嫁给他。你好，我的名字是 YINGJUN， 手语是英俊。英俊，你好，英俊，我的名字是 PEIYUN， 手语是佩云。佩云，你好。哎，看什么？呀啊，这个，呀，阿嬷要去做工了，你带佩云去走走看看，吃东西 ，OK？ 爱你呀，爱你呀！哎，今晚你们两个呢，晚一点，回家也没关系的啊。你阿嬷好可爱，看得出你跟你阿嬷感情很好。你的名字好特别，我猜你出世的时候样子肯定很英俊。你知道为什么阿嬷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吗？我们相亲啊，无所谓，我们就当交个朋友。阿嬷也是这么说的，她希望我能够多交一些朋友。我很少朋友的，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回家。不过我很喜欢做甜点哦，我很会做 CUPCAKE cupcake。真的，我是厨师，我也负责做甜点的部分。太好了，那我要叫你师傅。谢谢。红姐啊，今天你的工资哦，谢谢老板娘。一天才赚那70块，我都做到整身要散了，做到死都赚不回我70万啦。张美瑶，真的是你呀！我还没老到认不出是你哦。看起来你过得很不错，衣服也穿得很漂亮。可惜这件衣服是穿在一个没心没肺的人的身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我还以为你死了，想不到你活生生的在这里啊！竟然放着一个儿子不闻不问了这么多年，你的心真的是有够狠啊！英俊告诉你的吧？你见过英俊没？我在他工作的西餐厅用餐，无意间见到他，之后他找过我，应该是认出我了吧？
难道上次被误会偷窥的那个人就是你？你竟然不帮他澄清，还害他被人误会，还被我……当时在餐厅，我还不确定是他，之后他来找我，我才确定他是英俊。可是我的情况不方便跟他相认。不方便还是想狡辩啊？你根本就介意他是一个聋人，怕他影响你光鲜亮丽背后的真面目吧？随便你怎么想。希望大家之后如果见面的话，都当作不认识。你根本就不配当英俊的妈，你是个没责任、没良心、没道义的女人。阿嬷，你找英俊啊？他在里面。我打错了英俊，这孩子也真是的，被误会了也不做解释，还轻轻的被我打。阿嬷，你知道啦？我能不知道吗？我刚刚遇到他那个没良心的妈妈，是他告诉我的啊。你也知道，他们说什么？没说什么，他只是给我看他妈妈的照片。那为什么英俊后来去找他妈妈？他们之间谈了什么？不知道。英俊只是跟了他好几天，他的妈妈应该认得他的啊，可是对他很冷淡。不是应该认的，是他根本就不想相认。原来是真的啊，难怪他这么难过。他真的很难过啊。嗯。那个没良心的女人啊，自己过得风光，对儿子就这么无情啊！其实我在网上有查过，她的确是过得不错。她老公是国外美容集团的总裁，还有一对儿女。我就知道，她如果跟英俊相认，就影响她现在的生活地位。就算她肯跟英俊相认，我也不会答应的。要是她跟英俊讲了什么无情的话，让我知道，我就打肿她的嘴呀！妈，放心啦，我看英俊应该是想通了，不会再想妈妈的事啦。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啊，我早就对她死心了。哎，孩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出现呢？这孩子也够可怜的，妈妈对他冷眼相待，他也只能默默放在心里，什么都不说。哎。Uncle， 谢谢你，还买东西给我们吃。你们以前都那么照顾耀飞，我是买药，顺道来看看你们啊。宝豆豆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对我们很好，我们也很想念他。耀飞有没有经常回来看你们呢？没有哎，怎么啦？卓先生，Dr. Fo， 今天怎么会来？啊，我来买药，顺道来看看耀飞的旧同事。你有心了。说到耀飞，他最近还好吗？在理工学院当讲师还顺利吧？讲师？不错，不错。那就好，要跟他说有空回来找我们吃饭。会的。那你们吃啊，拜拜。走。你们看，Uncle 来的。OK， 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我会尽量回答的。真的吗？什么问题都能问？那跟女朋友的问题也能问吗？哎呀，老师那么帅，一定有很多女朋友的。你们是来问功课还是来调查我的？讲一下嘛，你的女朋友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们真的想知道？我女朋友她很漂亮，很温柔，善解人意。最重要的是，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哇！
医生不当，来当讲师，把学过的再讲一遍。哎，哎，同学，笔掉了，谢谢老师。最近怎么样？有点事想跟你聊。我下课了，等一下就回家。你过来，我把地址给你。姚慧清，哎，你终于记得我啦！你搞失踪了，你忘记了我这个好姐妹？没有啦，你知道我儿子的那件事吗？我们在避开有海，担心他去找你缠住你，所以就不敢告诉你咯。Sorry 啦。他真的有来找我，还跟踪我啊，还跑到西餐厅去找英俊，搞到都差点报警啊！还好啊，我跟你讲，跟他说不可以报警。你下来有什么打算啊？真的为了耀飞跟他离婚咩？不知道咯。哎呀，看他的表现啦。你们躲着他是对的，对耀飞是件好事。耀飞的情况好很多喽，他现在呢在理工学院当讲师，也开始治疗了。哦，那很好啊。那你呢？你不至于要搞到离婚吧？尤海虽然是固执了点，但是呢，他确确实实是顾家的好老公，只是呢对耀飞用错了方法。我知道，所以希望他好好反省咯。说你啦，怎么样？心情好一点了没有？唉，70万呢？你以为70块咩？我每天呢都在麻醉我自己，跟我自己说看开点，看开点，放下吧。至少我还有个好孙子在身边。红姐啊，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知道吗？是的，你也是啊。这一餐呢就算你的，谁叫你搞失踪啊？再有下次我跟你绝交啊！好的，那你敢点吧。终于找到你了，没想到你背着我和你妈咪，偷偷离家出走。Daddy， 你是怎么知道？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对得起我吗？从小到大，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栽培你当医生、读医科。你就这样对我？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过了，你要不当医生，除非我死了。什么抑郁症，根本是借口。你就是这样，性格懦弱，怕苦，有困难就逃避。从小到大，不是我督促你，你能有今天吗？不当医生，我们一辈子心血都白费了。你就是这样，性格懦弱。你要不当医生，除非我死了。你干什么？耀飞。若听不见尘封的心愿，若看不见珍藏的画面，若说再见，幸福要如何再遇见？若听得见无声的